中国改名最失败的10座城市，本期虎先生奇谈为您一一盘点。第10名，合肥。泸州，一个自带江南温婉与文人雅致的名字，念起便仿佛能看到江淮大地的烟雨朦胧，感受到千年古城的温润气度。自隋朝设置泸州郡以来，泸州这个名字沿用了近1400年，是江淮地区重要的文化符号，孕育了包拯、李鸿章、周瑜等历史名人，留下了无数诗词佳话与历史传奇。泸州月光洒在心上，一句歌词让无数人记住了泸州的温婉诗意。这里是皖中重镇，是江淮文明的核心之地，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而如今，泸州更名为合肥，名字瞬间褪去了所有的诗意与厚重，变得直白又朴实，甚至带着一丝市井的平淡。合肥之名源于古代淝水交汇，虽有地理渊源，却毫无文化美感可言。相比于泸州的温婉大气，合肥二字过于直白，没有任何历史意境与文化想象空间，让人很难将其与一座千年古城江淮首府联系起来。很多人感慨，改名之后，这座城市的文人风骨与历史诗意被彻底掩盖，千年泸州的文化印记渐渐被平淡的合肥二字冲淡，成为安徽地名文化中一大遗憾。第9名，宝鸡。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一句流传千古的成语，让陈仓这个名字家喻户晓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极具辨识度的地名之一。陈仓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，历史可追溯至上古时期，是秦汉时期的军事重镇、交通要道，见证了无数王朝更迭、兵家纷争，承载着厚重的秦汉历史底蕴。陈仓二字自带金戈铁马的历史气场，每一次提及都能让人联想到楚汉争霸的风云变幻，联想到古代战场的波澜壮阔。这座城市见证了刘邦崛起、三国风云，是关中平原上的历史名城，文化底蕴深厚无比。而如今，陈仓更名为宝鸡，名字瞬间从金戈铁马的历史重镇，变成了充满乡土气息、毫无历史厚重感的普通地名。关于宝鸡的改名，源于一场祥瑞传说，虽寓意吉祥，却彻底抹去了陈仓的历史印记。相比于陈仓的历史底蕴，宝鸡二字过于浅显，没有任何历史典故予去了画意境，让人很难将其与那座风云激荡的千年古城联系起来。无数历史爱好者惋惜，一场改名让这座城市失去了最核心的历史名片，丢掉了传承千年的文化符号。第8名，临沂。琅琊，一个自带魏晋风骨、世家风雅的名字，是中国古代最具贵族气质的地名之一。琅琊郡始于秦朝，是秦汉至隋唐时期的天下名郡，这里是琅琊王氏、琅琊诸葛氏等顶级世家大族的发源地，诞生了诸葛亮、王羲之、颜真卿等历史文化名人，是魏晋风流的核心承载地。琅琊二字意境悠远，风雅之极，既有着山水相依的灵秀，又有着世家大族的尊贵，是无数文人墨客向往的文化胜地。一部《琅琊榜》更是让琅琊这个名字深入人心，成为诗意与风骨的代名词。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镌刻着世家文脉与文人风骨，是齐鲁大地上的文化明珠。而如今，琅琊更名为临沂，名字瞬间褪去了所有的风雅与尊贵，变得平淡无奇。临沂因临近沂河得名，虽有地理依据，却毫无文化韵味与历史辨识度，完全无法承载琅琊千年的世家文化与历史底蕴。曾经的琅琊风雅被平淡的临沂二字掩盖，很多人感慨，改名之后，这座城市的魏晋风骨与文化尊贵荡然无存，丢掉了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名片。第7名，枣庄。兰陵美酒郁金香，玉碗盛来琥珀光。李白的一句诗让兰陵成为中国最具诗意的地名之一。兰陵始于战国时期，是古代著名的美酒之乡、文化名城。这里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，是兰陵王高长恭的封地，自带诗酒风流与英雄气概。名字里的兰字寓意高洁，尽显风雅诗意。兰陵二字兼具诗意与历史，既有诗酒相伴的温婉，又有王侯封地的厚重，念起便让人联想到千年的酒香与历史风云。无论是诗词文化还是历史典故，兰陵都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，是齐鲁大地最具诗意的文化符号之一。而如今，兰陵更名为枣庄，名字瞬间从诗酒风流的千年古城变成了充满乡土气息的地名。枣庄顾名思义，因枣树繁多得名，过于直白朴实，毫无诗意与历史底蕴可言，与兰陵的风雅形成了天壤之别。
网友纷纷调侃兰陵王变成枣庄王，千年诗意瞬间崩塌，一场改名让这座城市丢掉了19千年的文化风骨，沦为最让人惋惜的改名案例之一。第6名，驻马店，汝南，一个自带山水诗意与历史厚重感的名字，因地处汝水之南而得名，是古豫州的核心之地，有天下中土、中州咽喉之称，是中国古代最具人文底蕴的地名之一。这里是四世三公的袁绍家族发源地，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爱情故事的发生地，孕育了无数历史名人，承载着中原大地千年的人文风情。汝南二字温婉悠远，意境十足，既有山水相依的灵秀，又有中原文化的厚重，是中原大地上的文化名城，每一个历史片段都充满人文温度。这里是华夏文明的重要节点，是中原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之一，千年文脉绵延不绝。而如今汝南更名为驻马店，名字瞬间从人文厚重的千年古城变成了充满驿站气息的普通地名。驻马店顾名思义，是古代驿站驻马歇息之地，名字过于直白，毫无文化意境与历史底蕴，完全无法承载汝南千年的人文底蕴。网友调侃吾乃汝南四世三公袁家公子，变成吾乃驻马店四世三公袁家公子，尽显违和。一场改名让这座城市的千年人文底蕴荡然无存，成为中原地名文化的一大遗憾。第5名，祁县，朝歌，一个自带殷商风华、诗意壮阔的名字，是商朝晚期的都城，是商周时期的天下中心，承载着3000多年的华夏文明，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古都之一。朝歌夜闲50里，800诸侯朝灵山，寥寥数语道尽了朝歌曾经的繁华与壮阔。这里是殷商文明的核心，是封神故事的发源地，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上古华夏的文明印记。朝歌二字意境壮阔，风华绝代，既有着都城的尊贵大气，又有着诗意的浪漫，是华夏早期文明的标志性地名，承载着无数人的历史情怀与文化记忆。这座城市见证了殷商的繁华与更迭，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根脉。而如今朝歌更名为祁县，名字瞬间从风华绝代的千年古都变成了毫无辨识度的普通县城名。祁县因其河得名，过于平淡普通，没有任何历史厚重感与文化意境，让人很难将其与那座繁华壮阔的殷商古都联系起来。3000多年的朝歌风华被平淡的祁县二字掩盖，无数人感慨，这场改名彻底抹去了一座古都的历史印记，丢掉了华夏早期文明最珍贵的地名符号。第4名，石家庄，常山，一个自带英雄气概、金戈铁马的名字，是三国名将赵云的故乡。吾乃常山赵子龙，一句豪言让常山这个名字名扬天下，成为中国古代最具英雄气质的地名之一。常山真定是燕赵大地的历史名城，千年以来都是北方重镇，见证了无数沙场风云，孕育了无数英雄豪杰，承载着燕赵大地的豪迈风骨。真定同样是千年古名，历史底蕴深厚，是燕赵文化的核心承载地之一，名字大气厚重，尽显北方重镇的气度。无论是常山还是真定，都自带历史气场，有着极高的历史辨识度与文化底蕴。而如今常山、真定更名为石家庄，名字瞬间从英雄辈出的千年重镇变成了充满乡土气息的地名。石家庄顾名思义，是石姓人家聚居的村庄，名字过于朴实直白，毫无历史厚重感，与英雄气场与常山真定的大气形成了天壤之别。网友纷纷调侃常山赵子龙变成石家庄赵子龙，英雄气概瞬间全无。作为河北省会，石家庄这个名字完全无法匹配一座省会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城市地位，成为北方城市改名的一大遗憾。第3名，黄山，徽州，一个承载着中国半部文化史的名字，是徽文化的发源地与核心承载地。徽商、徽剧、徽派建筑、徽菜、新安理学，无一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。徽州不仅仅是一个地名，更是一种文化符号，一种文明传承。这里是中国古代最具人文底蕴的地区之一，千年徽文化绵延至今，影响深远。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。汤显祖的一句诗道尽了徽州的诗意与绝美。这里的白墙黛瓦、青山绿水，这里的人文风骨、商业传奇，都让徽州成为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圣地。徽州二字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。而如今徽州更名为黄山，
为了依托黄山景区发展旅游经济，舍弃了传承千年的徽州文化符号。黄山二字虽代表着天下名山，却仅仅是一个自然景观符号，完全无法承载徽州千年的人文底蕴与文化内涵。这场改名让徽文化失去了核心地名载体，无数文化学者惋惜，丢掉了徽州，就丢掉了一段千年文化史，看似依托旅游发展经济，实则丢掉了最珍贵的文化根脉，成为中国城市改名中最具争议的案例之一。第二名，南京。金陵，中国最具帝王气与诗意的地名之一，江南嘉利地，金陵帝王州，道尽了金陵的风华绝代。南京拥有金陵、建、康、应、天、天津等无数绝美古称，每一个名字都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，是六朝古都、十朝都会，见证了江南大地的千年繁华与王朝更迭，是江南文化与帝王文化交融的核心之地。金陵自带江南的温婉与帝王的大气，既有十里秦淮的风流，又有六朝古都的厚重。建康见证了东吴、东晋等王朝的风云变幻。应天是明朝开国都城，尽显帝王气度。每一个古称都意蕴悠长，极具文化辨识度，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地名之一。而如今这座城市定名为南京，虽也有历史渊源，却相比于金陵、建康等古称，少了太多的诗意与厚重。南京只是一个方位性地名，直白平淡，没有任何文化意境与历史想象空间，无法承载这座城市千年的帝王风骨与江南诗意。虽然南京依旧是历史名城，但无数人依旧怀念金陵这个名字，怀念那个自带风华、意蕴悠长的千年古都之名。金陵的落幕，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文化遗憾。第一名，西安。长安，中国历史上最具分量、最意蕴悠长的地名，没有之一。长安回望绣成堆，山顶千门次第开，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无数诗词佳句，让长安成为中国人心中的盛世符号。长安是13朝古都，是周、秦、汉、唐等鼎盛王朝的都城，是丝绸之路的起点，是华夏盛世的核心承载地，寓意长治久安，寄托着古人对天下太平、盛世长存的美好向往。长安二字承载着华夏民族最辉煌的历史记忆，代表着强悍盛唐的盛世风华，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盛世气度、文化底蕴的地名，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图腾。这里有大明宫的巍峨，大雁塔的庄严，丝绸之路的繁华，有无数文人墨客的风骨，有华夏民族最骄傲的历史过往。而如今长安更名为西安，名字瞬间从盛世古都的风华绝代变成了平淡直白的地名。西安意为安定西北，虽有政治寓意，却毫无历史意境与盛世气度，完全无法承载长安千年的盛世文脉与文化图腾。这场改名让华夏民族最珍贵的盛世地名符号消失，无数人感慨长安不在，盛世风骨难寻。西安虽然依旧是世界级历史名城，但再也没有长安二字的盛世气场与文化分量。丢掉长安是中国城市改名史上最大的遗憾，没有任何一次改名能比长安变西安更让人心痛。因为我们丢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，更是华夏民族最辉煌的盛世、记忆与文化根脉。一座城市的名字是历史的沉淀，是文化的载体，是乡愁的寄托，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。每一个流传千年的古称都藏着一段历史、一种文化、一份情怀，是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这些改名失败的城市并非新名字毫无依据，而是在改名的过程中过于注重地理、行政、经济等现实因素，却忽视了最珍贵的历史文脉与文化底蕴，将极具诗意与厚重感的古称变成了平淡直白、毫无韵味的新名称，最终割裂了城市的历史传承，弄丢了城市的文化灵魂。地名文化是文明的瑰宝，一座城市的发展从来不是割裂历史，而是传承文脉。唯有守住地名里的历史记忆，传承地名中的文化风骨，才能让一座城市真正拥有底蕴与灵魂。愿未来少一些仓促的改名，多一些对历史的敬畏，对文化的传承，别让千年文脉淹没在一次草率的更名之中。